到肖战的街头时尚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干净、舒服、有距离感，却不冷漠。他的穿搭从不刻意堆砌潮流元素，却总能在第一眼抓住观众的视线。这种看似随性的风格，其实背后是极其精细的选择与平衡。无论是宽松的白衬衫、简约的牛仔裤，还是一顶低调的鸭舌帽，肖战总能把普通单品穿出独属于自己的气质。他并不追求夸张的设计，而是更倾向于基础款与剪裁的结合。比如一件普通的 T 恤，在他身上却因为肩线的贴合、版型的垂感而显得格外高级。这种低调高级感正是近年来街头时尚中最难掌握的一种风格，它不依赖品牌标签，而依赖穿着者本身的气质与审美。更重要的是，肖战的街头造型总带着一种生活感。他不是在展示衣服，而是在过日子。镜头下的他可能只是走在街头，低头看手机，或者轻轻一笑，但这种自然状态反而让他的穿搭更加真实可信，也更容易引发观众的共鸣。这种风格之所以吸引人，是因为它让人觉得可以被模仿，却又始终无法真正复制。因为真正让这些造型成立的，不只是衣服，而是他整个人的状态，克制、温柔、自律而不张扬。如果说整体风格是肖战街头时尚的骨架，那么细节就是让这个骨架变得鲜活的灵魂。仔细观察他的照片，会发现他在细节上的处理几乎到了苛刻的程度。比如配饰的选择，他很少使用夸张的大件饰品，而是更倾向于简约的项链、手表或戒指。这些小物件不会抢镜，却能在不经意间提升整体质感。再比如颜色的搭配，他偏爱低饱和度的色系，如米白、灰蓝、浅卡其等。这些颜色不仅显得高级，也更容易营造出温和的视觉氛围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他对照片呈现的细节同样非常重视。有粉丝曾发现，一些公开的照片中，画面被轻微调整过，某些不合适的内容被剪掉或弱化。这种处理方式并不张扬，却体现出一种对形象的高度自觉，既保护了整体美感，也避免了不必要的争议。这种对细节的执着，其实是一种专业态度的体现。在流量至上的时代，很多人追求快和多，但肖战却选择慢和精。他宁愿让每一张照片都经过打磨，也不愿意让不够完美的内容轻易流出。正是这种看不见的用心，让他的街头风格不仅仅停留在好看，而是上升为一种值得回味的视觉体验。在众多关于肖战街拍的讨论中，有一个细节格外引人注目，一位老人用手机剪掉照片中不合适内容的故事。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，却意外地引发了大量粉丝的讨论与感动。据说，这位老人并非专业人士，只是出于一种朴素的审美与善意，对照片进行了简单处理。他可能并不懂什么是构图、滤镜或后期，但他知道什么是看起来舒服。于是，他用最简单的方式，把画面中略显突兀的部分去掉，让整体更加干净。这个举动之所以打动人，是因为它超越了粉丝行为的范畴，变成了一种跨越年龄与身份的审美共鸣。一个普通的老人，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到了偶像形象的塑造中，这本身就充满了温度。而更令人惊讶的是，这样的行为并没有被视为多余或干扰，反而得到了粉丝的认可与喜爱。很多人表示，这种手动修图的方式反而更真实、更有情感，也让人看到了偶像与普通人之间的一种奇妙连接。这一事件也从侧面反映出，肖战的形象已经不再局限于娱乐圈，而是逐渐渗透到更广泛的人群中。他的影响力不只是流量，更是一种温和而持久的文化存在。对于粉丝来说，肖战的街头时尚不仅仅是看，更是一种参与。从最初的欣赏他的穿搭，到后来主动分析、模仿，甚至参与到照片的二次创作中，这种关系正在悄然发生变化。很多粉丝会仔细研究他的每一套造型，从颜色搭配到单品选择，再到拍照角度与光线处理，几乎形成了一种学习体系。他们不仅在模仿外在的风格，
也在尝试理解背后的审美逻辑。而那位老人剪图的事件，则进一步激发了这种参与感。粉丝们开始意识到，自己也可以成为创作者的一部分。他们不再只是被动接受内容，而是主动去优化、再创造，让每一张照片都更符合心中的理想肖战。这种互动关系，让偶像与粉丝之间的距离变得更加微妙。既不是完全的仰望，也不是简单的追随，而是一种带有共同创作意味的连接。在这种氛围下，肖战的街头风格也不再是固定的，而是不断被赋予新的解读与意义。每一次讨论，每一次分享，都是对这一风格的再定义。一个人的穿衣风格，往往是性格最直接的外化表达。肖战的街头时尚之所以如此独特，很大程度上源于他本身的性格特质，克制、理性，却又不失温柔。他很少选择过于张扬的造型，也不刻意制造视觉冲击。这种不过度表达的方式，反而让人更加好奇与关注。因为在安静之中，总藏着更多值得发现的细节。他的穿搭像是一种留白艺术，不把所有信息一次性呈现，而是留给观众空间去想象与补充。这种风格在视觉上显得高级，在情感上也更容易引发共鸣。而那位老人修图的事件，也恰好与这种气质形成呼应，一种不张扬的善意，一种默默的完善。两者在某种意义上是同一种温柔逻辑的不同体现。因此，肖战的时尚并不是孤立存在的，而是与他的性格、行为甚至公众形象紧密相连。它不仅是外在的展示，更是一种内在价值的延伸。从街头穿搭到一位老人的简单举动，肖战的时尚故事早已超越了衣服的范畴，变成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方式。他用克制而精致的风格，建立起一种独特的视觉语言，而观众则通过观察、模仿与再创造，不断丰富这一语言的内涵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每个人都成为了参与者，而不只是观看者。或许，这正是当代偶像文化最动人的地方，它不只是单向的输出，而是双向的互动与共鸣。在流量时代，明星似乎无时无刻不处于被观看的状态，但真正高明的人，从不会完全被动地接受这种观看，而是学会在无形中掌控它。肖战正是这样一个例子。他的街头照片看似随意，实则隐藏着极强的镜头控制力。首先是他的状态管理，无论是被偶遇拍摄，还是官方街拍，他几乎很少出现失控的表情或不协调的肢体动作。这并不是刻意摆拍，而是一种长期训练后的自然反应。他知道什么角度更适合自己，什么姿态更能传递松弛却不懈怠的感觉。其次是他对边界感的把控。肖战不会让所有信息都暴露在镜头中，他总是适度地保留一些空间，比如用帽檐遮住部分视线，用衣领制造层次感，甚至通过光影让部分细节隐去。这种半遮半露的表达方式，不仅增加了画面的层次，也让观众产生更多想象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懂得何时出现，何时消失。不是每一次曝光都需要回应，也不是每一张照片都必须完美。这种选择性的呈现，让他的每一次出现都更有重量，也更容易引发讨论。因此，肖战的街头时尚并不是简单的穿搭展示，而是一场精心设计却不露痕迹的视觉沟通。它既是被观看者，也是叙事的掌控者。当一种风格从个人标签变成群体趋势，它背后一定有更深层的原因。肖战的街头时尚之所以能引发大规模模仿，并不仅仅因为他是明星，更因为他的风格具备极强的可复制性与可延展性。首先，他的穿搭门槛并不高，大多数单品都属于基础款，普通人也可以轻松找到类似替代。这让粉丝在模仿时不会产生距离感，而是更容易参与其中。其次，他的风格具有高度的适配性，无论是学生、上班族，还是不同身材、不同气质的人，都可以从他的搭配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元素。这种包容性使他的穿搭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属，而成为一种大众可以共同参与的审美语言。